日本在中国家门口建导弹基地，是准备武力干涉台海，还是想争夺钓鱼岛呢？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傅先少。近日，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距离台湾岛270公里、距离钓鱼岛300公里的冲绳县石垣岛上兴建了一座导弹基地。石垣岛位于台湾岛的东面，钓鱼岛的南面，以二者呢形成了一个三角的关系。另外呢，它距离宫古岛也不远，而宫古岛可以说是遏制宫古海峡这个国际水道的一个重要的基地。在宫古岛上，日本自卫队呢已经建立了一系列的设施，可以说这样的导弹基地已经建在了中国的家门口。据日本读卖新闻援引其防务省官员的话说，日本计划在2022年底之前在石垣岛上部署陆上自卫队的防空导弹和反舰导弹，其人数规模大概在500-600人之间。这500-600人中呢，又分成两支部队，一支是应用部队，主要给他们配备的是反舰导弹和防空导弹；另外一支是警备部队，以便在第一时间对武装突袭和严重自然灾害做出反应。那么问题来了，日本防卫省推动在此地部署导弹，它意图何在呢？其目标之一是明显的要与中国争夺钓鱼岛，目标之二是有可能准备武力干涉台海。当然，靠这点区区的兵力和少量的防空导弹、反舰导弹就想武力干涉台海问题，恐怕还是力有不逮的。因为这样的一个规模不算太大的基地，也很容易遭到反制和攻击。当然，日本自卫队将矛头指向钓鱼岛和台湾岛的同时，也不要忘了中美解放军的舰艇最近一段时间呢是频频的进出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宫古海峡。我们知道宫古海峡是一条国际水道，中国的舰船、飞机进入西太平洋经常要走这条水道。那么为了监视和控制从宫古海峡进出的舰船，因此日本防卫厅决定2023年之前在石垣岛部署射程可延伸到400公里的12式舰载导弹。可以说这是未来解放军的舰艇前出太平洋最重要的威胁之一，也是日本此次部署的主要战略目的。其次，日本为应对钓鱼岛争端也做足了准备。中日一旦在钓鱼岛发生武装冲突，那么石垣岛上部署的防空导弹和反舰导弹就能对在这个区域内活动的相关的舰船和飞机构成严重威胁。那么为了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这样的情况是应该避免的。但是日本自卫队这么做，可以看出来它是明显的加剧了地区的紧张局势。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要看到，除了日本自卫队想和中国人解放军在钓鱼岛问题上进行对抗以外，他们在琉球列岛部署各种各样的导弹武器系统，还有一个暗藏的目的，就是要做出未来用武力来干涉台海的这么一个架势，对解放军的行动进行牵制。射程400公里的反舰导弹能对解放军在台海地区活动的军舰构成相应的威胁。可以这么讲，日本这么干就是实打实的在做战争准备，我们必须要有相应的应对计划。那么中国人解放军应该怎么来破解日本陆上自卫队、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加强第一岛链建设的情况呢？从长远看，破解日本列岛封锁的最好办法就是实现海峡两岸的统一。如果解放军
的部分主力战舰未来直接部署到台湾的东面，那么就不再会受到地理条件的影响了。那么第二个办法呢，就是对部署在第一岛链上的日本自卫队以及美军的各个军事基地实施连续的不间断的侦察和监视，给他们精确的定位。一旦双方发生冲突，那么我们就能在第一时间对这些目标进行精确的打击，从而斩断第一岛链的封锁。当然，眼前最重要的呢，还是在军事层面上应对日本自卫队的这些措施。如果他们不断的加强岛链上的军备建设，我们眼前能做的就是要搞好多种军事斗争准备。一是呢，增加瞄准这些军事基地的导弹，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随时做好反击的准备。二是呢，争夺附近空域的制空权，用无人机压制岛上的反舰发射平台和防空导弹阵地。随着运20空中加油机、空警500预警机以及各种各样的电子侦察、电子对抗平台的入列，未来中美解放军完全有能力拿下部分第一岛链的制空权，这样就能够破解日本岛链的刺猬化的战略。当然，我们也必须重视日本在石垣岛兴建军事基地背后的潜台词，这都是在实打实的做战争准备。如果日本非要进行战争冒险，那么中国的解放军也会做好相应的准备，对日本做一次历史的清算。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